网吧惊现国家管制药物，谁在背后操控？这里面还有可待因，我们没有卖了。我们医院现在已经停用了这个药物。上架浮现和锁定不符，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一共多少东西在这里面？不知道。啊？哎，你的微信上不是有吗？50件。通过物流等方式分销到各个省区，最终流入非法滥用的渠道。清剿黑市咳嗽水，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海南省长夏无冬，有着天然大温室的美誉，很少有人会患上感冒咳嗽的病症。可让人奇怪的是，去年夏天海口市的不少网吧咳嗽水热销，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新宠。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2017年6月，海南省海口市政府的12345热线突然接到女市民的电话，称自家的孩子不仅着迷网吧，更沉湎于一种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这种口服液俗称咳嗽水，在网吧里就有销售。家长担心这种咳嗽水饮用多了会导致孩子精神亢奋上瘾。这个投诉电话还提到了网吧的名称及推销咳嗽水的人。所以我们呢会把这个件呢，就第一时间派给区里边，要求他尽快去处理。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是一种治疗感冒咳嗽的处方药，需要医生的批准才能使用。因为有一定的成瘾性，在2015年5月1日被列入国家管制的2类精神药品。12345热线立刻将这一线索交给了海口市公安局。我们接到这个举报以后啊，那我们马上就投入侦查。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海口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立即对几家网吧蹲点布控，寻找一个姓林的扎着小辫的年轻男子。经过10多天的蹲守，海口警方了解到，这个姓林的男子在附近的几家网吧每天都售数目惊人的咳嗽水。2017年7月25日下午，猎物来了。我们抓获林某忠的时候，他是这个双肩包放在他身边，这双肩包里面就放满了这个可待因的口服液。这是一张当时抓捕的照片，画面的右边扎着小辫的就是犯罪嫌疑人林忠，海口市人。林忠左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在抓捕林忠时，海口警方并不掌握他的情况，因为他一个是貌不惊人，第二个是打扮很随意，穿个大裤衩子，穿个拖鞋，而且就是看起来有点蓬头垢面的那种感觉。双肩包放在两人的中间，从照片上看，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这个中年男子到底是谁呢？对方自称陶乐，来自安徽，是林忠的合伙人，两人一起开了一家宠物店。比如说，这是不相干的朋友啊，来上网碰到一起来打游戏的，是这么说。办案民警觉得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是这么简单。林忠售卖咳嗽水的双肩包放在两人的座位中间，林忠闪躲的眼神暴露在警方面前。办案民警把两人带到派出所继续审问。当时我们就回来开会商量说，是不是我们定格错了？这个李某根本不是老板，真正老板可能就是陶某。林忠和陶乐一再声称两人是合伙做宠物生意的。林忠在海口也确有家宠物店，至于包里的咳嗽水从哪里来的，两人更是一问三不知。一开始，办案民警本着就近原则，开始从药店和医院查起。海口市多达几百家的药店，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哎，您好，这药咱们这边卖过吗？哦，这里面还有可待因，我们没有卖了。已经好多年没有销售了。药店表示，这种药由于具有依赖性，他们早就不卖这种药了。那药物流出来只有一种可能，医院渠道。海口市有几十家医院，有6家3甲医院，而其中只有2、3家医院有可能进这种咳嗽水。海南医学院第1附属医院就是其中一家。市面上现在已经禁止售卖这个磷酸可待因了，同时现在大部分的医院也禁止售卖了这个可待因口服液。你们医院有这个药物吗？我们医院现在已经停用了这个药物。这一边，林忠和陶乐还是死不改口。就在大家一直找不到案件突破口时，前方传来了一个关于林忠的消息。通过他手机的信息反馈呢，他还有
3箱，就是3件，他们俗称叫一箱货叫1件，3件货还在物流的途中。这是一张林中为收货人的物流提货单，货物名称是汽车配件。办案民警将林中最近几个月所有的购物记录都调了出来，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最近几个月，林中频频收到来自省外的大宗化妆品和汽车配件。一个做宠物生意的，要这些化妆品和汽车配件干嘛呢？我们就通过那个物流公司就把这个货就截下来了。这次起货，警方收获不小，一共是3箱。打开一看，正是成箱的咳嗽水。办案民警立即对林中进行再次讯问，在物证面前，林中终于交代了他和陶乐除了一起经营宠物店之外，2人还一块贩卖咳嗽水。可待因口服液，是怎么回事呢？是他。是他。对，然后我帮他跑腿，后面就是因为宠物店比较闲嘛，然后就后面慢慢的跑腿接触。陶乐是始作俑者。2014年，他从安徽老家来到海口之后，结识了林中，随后2人合伙搞起了宠物店。宠物店经营的不温不火，闲暇时间，陶乐迷上了网吧，有时候玩得通宵达旦。他喝上了据说能提神的咳嗽水，当时小小一瓶就得120元，普普通通一袋也得几十元，一来二去上瘾了。那你为什么还喝这玩意儿？就是感觉喝提神了，我们都是基本上晚上熬夜的时候喝一下。陶乐就动起了歪脑筋，从网上找到了卖咳嗽水的商家，想在网吧里做批发生意。一个人弄不过来，他就把林中拉下了水。林中负责发展下线，在各大网吧进行兜售，陶乐则在网吧里坐镇指挥，一袋咳嗽水在他手里转一下就是利润。买3块的时候你卖多少钱了？基本上就加个5毛到1块。那你不是还分给他分1、2块吗？对啊，我只加我的。根据陶乐、林中的供述，近1年他们共销售了30多箱咳嗽水，牟利10几万元。因为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含有可待因，属于国家管控药物，办案民警迅速行动起来。这次在陶乐家查获了咳嗽水37瓶，6107袋，共计65.51公斤。陶乐交代了他的上家来自南昌新建区，而这几个月的物流信息也显示了发货地点正是南昌。办案民警发现，南昌只是其中一个分销商，海南贩卖咳嗽水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全链条犯罪组织。我们这个通过治安的巡控跟我们的秘密的侦查，我们把它扩展到重庆、河北等几个省，有个追根溯源。由于涉及面广，管控药物数量大，海口警方向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进行了汇报。咳嗽水是最近几年国家才开始管控的，海南省首次发现如此大批量的咳嗽水，这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认为，海南贩毒团伙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贩毒团伙。2017年7月25日，陶乐团伙贩毒案被公安部列为2017-463部毒毒品案件，海南省公安厅和海口警方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它是一起类型比较特殊的这么一起案件，它贩卖的是一种含有可待因等国家管制的药品。由于双方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交易，陶乐和南昌的上线甚至没有见过面，无法提供对方的体貌特征。专案组根据物流单上留下的手机号码和微信转账记录，查到了一个人的信息。他姓曲，当时我们就把这个名字输进了我们的通过我们的系统来排查，哇，一大堆人，有男有女的，这没办法查。专案组经过仔细排查，终于查到了南昌供货人名叫曲俏，网名文文，20多岁，是个女性。通过相关信息，专案组发现这个手机号下面有一个近期的提货信息。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江西，在那家物流公司进行蹲点。去那个物流公司里面守了1天吧，当时那个太阳是比较大，而且南昌那地方也很热。锁定的是女性，提货的却是男性，疑犯是男是女。他又不肯交代，那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也不能说长时间的对他们进行那个审讯。一个死活不说，一个一问3不知。管制药品的藏匿地点到底在哪儿？依法进行了搜查，里面是很干净的，啥都没有。清剿黑市咳嗽水，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经过几天的守候，2017年8月5日晚上7点多，专案组终于接到物流通知，有人拿着那张提货单过来提货。可无巧不成书，偏偏货没到。专案组仔细一辨认，发现来的人是个男的，并不是他们掌握的那个名叫曲俏的女子。我们当时没有靠近，就看着他直接走进那个物流公司，拿个手机出来，一比对啊，告诉他什么东西啊。货没到，也不知道这批货是不是咳嗽水，人也对不上号，到底抓不抓眼前的这名男子呢？专案组觉得机会稍纵即逝，一旦被他们察觉，很可能就逃之夭夭了，必须先下手为强。坐的，坐的，坐的，坐的行，坐在地下，腿谁开？腿伸直，腿垂直，刚发为止。这是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提供的一段2017年8月5日晚上7点多的抓捕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被控制后，交代他叫彭毅，今年24岁，江西南昌人。这单是你的吧？好，这单是你的吧？就那个你发过来啊？什么东西的？就是他这个嘛。啊？他发过来配件吗？他上次发过来就是那个。彭毅声称不知道来提的货是什么。自己是一运货司机，有人给他钱，他过来帮忙提货的。他并不认识专案组所说的那个名叫曲俏的女子。他满嘴这个谎话，就是想推脱嘛。当时的情绪还很激动。意思是说我来正常拉货，你们警察又怎么样？你们抓我干什么？专案组将彭毅带到了当地派出所进行现场突审，可彭毅死活不说。如果接下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贩卖管制药物，专案组只能放人。他又不肯交代，那你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也不能说长时间的对他们进行那个审讯。这个彭毅一口咬定不认识曲俏，可他手里又拿着曲俏的提货单。情急之下，办案民警想到了一个办法，找到了当地的交警支队，给曲俏打了一个电话，声称彭毅出了车祸。你这个持机人，开车把人撞了，然后现在我们在交警大队处理，你是他家属还是什么人？他就说是家属。电话里的曲俏显得特别着急，连声说他马上赶到交警队来处理交通事故。随后，彭毅的电话就响了。响了以后，一看就是他所谓的家属打电话来的。当时我们就把电话给摁掉。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交警支队急匆匆地赶过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自称是曲俏的亲戚，过来帮忙处理交通事故。他说他是他舅舅，当时我们把人控制住以后呢，就跟他把情况说了以后就手机我们给控制了。当地民警告诉来人，这起交通事故非常严重，必须曲俏本人过来才能解决。随后，当地交警再次拨通了曲俏的电话，让他亲自过来一趟。回个信息，就说现在在处理事故那里，但是身上带的钱不够，才2块钱。然后当时他就说他身上有钱。没多久，曲俏现身了，一来他就问彭毅的情况，专案组迅速将他控制住了，立即对他展开询问。这个就对得上了，因为所有的东西就是说，包括他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微信转账的那个记录啊、银行的记录啊，这都对得上了。曲俏说，他和彭毅是同居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他非常放心地将他的身份证、手机号、微信交给男友使用。但男友用来做什么，曲俏表示他并不知情。曲俏和彭毅都否认了贩卖咳嗽水一事，案件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当时我们就凭着这货单的信息，我们就坚信他肯定有一个藏毒的窝点。专案组认为，只要找到了他们的藏匿管制药物的地点，就能人赃俱获了。根据我们抓到以后对他的家就住处，他就供认就说他住在父母的住处了。那我们去到父母住处，也依法进行了搜查，里面是很干净的，啥都没有。一把钥匙，一份过期的租房合同，能否找到窝藏管制药物之处？这里面放的这是什么东西？地上的、柜子里的，啊？这什么东西？你自己说。那个摇冷水。手续齐全，资质正规，药品却走地下渠道，这家医药公司是真是假？我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蹲守，发现这个公司是个皮毛公司。清剿黑市咳嗽水，今日说法继续播出。这时候，办案民警注意到曲俏的随身包里有2样特别的东西。看一下呢，就发现是它里面有把钥匙，就发现它有一个单据，租房的单据，
但是已经很久以前了。曲巧声称包里的租房合同已经过期了，忘了把合同销毁。那个住所也是两人以前的住所。专案组觉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带着曲巧去了合同上的地址。好，这里面放的这是什么东西？地上的、柜子里的，啊？这什么东西？你自己说。那个摇倒水。一共多少东西在这里面？50件。结果就是在这个出租屋里，专案组搜缴到了116箱重达2吨的咳嗽水。在证据面前，彭毅和曲巧无从抵赖，两人承认他们的确是在做咳嗽水生意，而且通过网上销售。他们已经将咳嗽水分销到南方5省，这其中就有海南省。海口市的陶乐和临中就是他们两人发展的下线。那东西都已经分销掉了，但是分销到给谁，他说不清楚。从一批次囤积的货来看，就彭毅和曲巧这样的体量，已经算得上是大鱼了。彭毅和曲巧的咳嗽水又来自哪里呢？彭毅和曲巧交代了，咳嗽水是从重庆开州区发过来的，具体对方是谁，他们也无从得知。上线跟下线之间的不需要见面，他们甚至也没见过面，只要是通过微信等这些聊天工具进行聊天和沟通。从重庆到南昌，远隔数千里，一路上居然畅通无阻。这个背后黑手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搞到数额庞大的货，还能将这么多货分销到全国各地呢？通过物流等方式分销到各个省区，最终流入非法滥用的渠道，流入吸毒人员手里。从重庆到南昌，从南昌到海口，这个犯罪团伙都是通过物流运输咳嗽水的。那么对于咳嗽水这种2类精神药物，物流公司为什么就没有检查呢？记者随机走访了海口当地的物流公司。这种东西咱们可以寄吗？像这种东西的话，寄不了。为什么寄不了？因为它这个好像是有个药品违纪的吧，它这个好像属于管制药物吧，还是处方药物这些。我们一般不明确的话，我们一般也不敢收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均对快递企业建立和执行收寄验视制度作出了规定。物流公司必须对货物进行开箱检查。那么大批量的咳嗽水，怎么能通过物流公司分销到全国各地的呢？多家物流快递企业在没有认证审核交寄人的有关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开了绿灯，导致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就通过物流基地的渠道分销到各地。由于物流公司存在着管理漏洞，贩毒团伙通过物流将成吨的咳嗽水输送到全国各地。这么大批量的咳嗽水，这个贩毒团伙是怎么弄到的呢？专案组注意到，彭毅所收到的货上和先前陶乐收到的货上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的损毁部分是他一个药品监管码。彭毅说，他不知道监管码在哪里，他所有收到的药品上都没有监管码。这边包装盒子我看都有撕掉的一块。为什么要撕掉？是你撕的吗？不是，是他们撕的，不是我撕的，拿过来就是那样的。为什么要撕掉？你知道吗？那我就不清楚，可能就是撕掉那个就没有记录了。药品的条形码被人为故意撕掉，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撕掉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从末端去追查它的源头在哪里。你只能知道它是哪个药厂出来的，但是你不知道它的销售环节是哪里。看来彭毅的上家知道销售咳嗽水是违法的行为，故意撕掉监管码的，防止监管部门、执法部门找上门来。专案组决定西去重庆，深挖出彭毅的幕后黑手。这个彭某毅到案以后啊，我们经过审讯，他也交代他的最大的供货商是在重庆，并且提供2个姓名，还有2个银行账号。根据彭毅的提货单信息，专案组找到了他上架发货的物流公司，锁定了物流公司方圆10里内的几家医药公司。终于在一个居民小区里，专案组有了重要发现，发货人竟然是一家不起眼的招牌为承诺医药的公司。我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蹲守，发现这个公司是个皮包公司。为什么是皮包公司？因为他的公司连续几天都不开门，而且这个就只有招牌，并没有人员来往。这么一个动辄向全国发货几百箱咳嗽水的医药公司，怎么就没有人呢？
专案组到当地的主管部门药监局了解情况，发现这个陈诺医药是个正规的医药公司，法人代表名叫陶峰。这个医药公司是陶某在2016年11月份花钱转让的一家合格的公司。这家公司有那个食药监部门的 GSP 认证可以购买这个2类精神药品。陈诺医药是一家正规的医药公司，有明确的法人、注册资金、注册地点。这么一家医药公司，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钱不挣，非得去干非法的勾当呢？当下最要紧的是赶紧设法抓捕公司的法人陶峰。就在这时，专案组得到了一个消息：9月20日，陶峰从东北一家药厂进了180箱咳嗽水，准备分销到广东、江西等地。掌握这个情况以后我们迅速组织警力准备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相应的嫌疑人进行抓捕。专案组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之后，设计了一个抓捕计划。2017年10月8日，在重庆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将陶峰的2名手下小王、小张捉拿归案。坐班的话，也就只有从进公司到3月份到2月份，春节之前嘛，然后1月份就已经开始放假，相当于就只做了2个月在公司，后来就是兼职了3月份以后。小王和小张，一个分管仓库管理和出货，一个分管财务。2人到陈诺医药公司的时间并不长，一直觉得公司经营的是合法生意。唯一让2人感到奇怪的是，公司经营的业务比较单一。从合同上看的话，就有一种那个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就这个，就只有这种。我合同上我看见的就这个。从小张、小王2人这里得不到关于陶峰个人有价值的信息，专案组分析，有可能是抓捕彭毅后，彭毅长时间没有和陶峰联系，让陶峰嗅到了风声，潜逃了。已经意识到他的下线出问题了，所以他赶紧就出货，卖给下家，他那个条形码都没有撕掉。按理说，咳嗽水这种2类精神药物从厂家发货开始就会受到严格的监管，为什么陈诺医药可以一路畅通呢？专案组从重庆药监局了解到，早在前几批咳嗽水发现不知去向之后，重庆市药监局就向陈诺医药公司发出了整改通知，但陈诺医药置之不理。随后，重庆药监局吊销了陈诺医药的进货资格。这个药企取消这个资质，也就是到了17年的8月份，和我们这个查获这家公司的9月份相隔时间不长，这可能是什么？可能存在一个管理漏洞。早在2005年，国家就把含有可待因成分的止咳类药水列为麻醉和精神药品的处方药，只有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生才有处方权。2015年5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含有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列入第2类精神药品管理。也就是说，贩卖含有可待因成分的止咳药水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构成贩卖毒品罪。量刑标准是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的非法药物折算表，1克可待因相当于0.02克海洛因。长期服用以后，会对人体的精神还有身体的各项机能产生一个严重的损害，产生药物依赖性、上瘾。如果对这些人进行尿检的话，它呈现的结果是吗啡阳性。陶峰潜逃后，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江西、重庆、江苏、安徽、广东、河北等6省的分销商纷纷被抓。海南警方此次行动摧毁了以陶峰为首的特大跨省贩卖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贩毒团伙，斩断了一条贩卖国家管制的2类精神药品通道。这个案件的打击以后，整个海口的社会环境治安环境得到了净化，可待因这种现在在海口乃至全省大量的减少了。目前，海南警方正在积极寻找线索，找寻陶峰的下落。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把它列为网上追逃对象，也希望我们的陶某峰在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我们也会给予宽大处理。好，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王岳教授。王老师，本案中的这个嫌疑人他涉嫌触犯了什么法律，又会接受什么样的惩罚？他涉嫌触犯的是刑法中的贩卖毒品罪。如果贩卖了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就可以判15年
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乃至于死刑。那可能有些人认为咳嗽水和这3类毒品根本不相关。对呀，它不是这个毒品嘛。实际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啊，这个是有一个叫违法药物的折算机制，也就是要把咳嗽水里的有毒物质，折算成这3类刑法中规定的这个毒品，来认定他犯了多大的这个罪。正是有物流公司，它的物流才可以把这些咳嗽水分销到全国各地。那对物流公司要不要有处罚？又应该怎么监管呢？实际我们的物流相关的行政法规有规定，物流公司应该去做相应的检查。实际这个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咳嗽水它是液态的，而它的包装标签上写着零件，这个是金属的。如果一旦过 X 光机，是非常明显就可以判断出来的。所以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去处罚物流公司。那像对医药公司、对药厂这样的机构，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监管，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本身药品就是特殊商品，而我们今天谈到的这种咳嗽水，它属于管制药品。所以这个现在一些企业开始自发的在经麻毒放的药品中上去标注这个电子监管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个电子监管码可以让生产企业非常直观的通过信息系统了解它药品的去向。但一旦他发现这个去向不明，那他应该向行政机关去报告。而行政机关一旦发现这个医药公司贩卖了把这个咳嗽水流入了非法渠道，他应该向公安机关通报这个事情。这样公安机关就可以追查这批咳嗽水。另外，我觉得经麻毒放这些药品在使用环节应该实行实名制的登记，而且这个实名制的登记应该通过我们的2代身份证、读卡器，把相关的信息汇总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一旦这个数据透明化、信息透明化，就很难再出现像本案这种大量的咳嗽水从合法渠道流入非法渠道的这种现象。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的危害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国家也将其作为管制药品，但黑市上仍然不断有这种药物流出，说明咱们的药厂、医药公司、物流等方面还有很多漏洞。如何堵住这些漏洞，是咱们各级部门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希望相关部门拿出相应的办法，让青少年不再深受其害。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感谢王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1套节目综合频道接下来的其他内容。明天见。